嗨，欢迎回到99的沙巴漫游频道。那接下来要讲的事呢，是稍微有点敏感的，但是不得不讲，因为它是关乎到了沙巴的一个历史。其实西马的知名博主老罗来沙巴的时候就问过我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最聪明的人，为什么沙巴资源这么好，但是一直发展不起来？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了我非常久。为什么沙巴是从1970年代马来西亚最富有的邦，沦落成了现在马来西亚最穷的州，甚至呢被西马人嘲笑说东马人都是住在树上的。包括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本来都说想要来沙巴看一下发展一下，结果呢被他们槟城的朋友吉隆坡的朋友劝退了。我也不知道西马那边的朋友们说了什么，无非就是沙巴落后啦，沙劳越落后啦，那边治安不好啦，发展不起来的啦。但是他们真的可能来都没来过，根本不知道这边的地产的投资回报率奇高，尤其做短租的。其实东马人呢也不会怎么理会的啦，因为这边其实遍地黄金啊，真的随便你找一个合适的产业做的话呢，躺着赚钱。那我们都知道巴菲特老爷爷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捡烟头，就是已经趴在地上的价钱，然后你捡起来就有钱赚。沙巴这边呢有大把这样子的企业，找不到第二代接手，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商机。我们最近就在看着好几个，而且有一些呢是非常稳定的，几十年如一日都在赚钱的企业啊。但是第二代就是不愿意接手，那谁来接手？愿意回来发展的年轻人。那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也是一个旁观者，我也是希望找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寻找真相。其实几乎所有的沙巴人民，我只要是问到的，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你去问西马那边的民众呢，是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那我本来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是有一次在跟一个沙巴本地的朋友出去游玩的时候，他在车上说，如果不是当时的双六惨案的话，那沙巴应该会跟文莱是一个富裕水平。我就说是什么样的双六惨案？他就说是当时沙巴的首长，也是一个卡达山的一个领袖啊，他就乘坐一个航班飞回雅比的途中呢，整个飞机被炸了。不单是沙巴的首长，还有半个沙巴的内阁成员，全部11人无一生还啊，所以是一个非常惨的惨案。那是谁炸的呢？没有人知道。然后这个案子到最后呢就被封起来了，封到去年才开案。就是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已经过了差不多47年过去了，那你这个死无对证，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疑惑。疑惑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找一期专门来做这个啊。那因为是刚刚过了双六惨案的纪念日，所以呢是有一些新闻的报道，但是没有中文版的，所以我在片尾呢是会把这个中文版给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历史事实是怎么样的。所以大家记得看到最后。事情发生在1976年的6月6号，从纳敏起飞的一架飞机本来要飞到雅比，结果在雅比的上空爆炸，机上11人无一生还，包括了当时沙巴的首席部长敦法史蒂芬斯，还有将近一半的沙巴内阁成员。他这个空难发生的时间点呢非常蹊跷，就是刚刚好联邦在要求沙巴签署一份新的协议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惨案。那当时的首席部长呢是完全不同意的，因为大家读过之后，哇，简直是完版啊！95%的石油全部要给你。当时的历史情况大致是这样子，就是沙巴跟沙劳越同意跟马来亚结合成联邦之后呢，它其实享有一定的特权的。本来是沙巴跟沙劳越跟马来亚呢，就西马呢是兄弟的关系，沙巴沙劳越还享有着石油开采的特权，而且当时石油作为黑金才刚刚兴起。大家才刚刚意识到这个东西非常值钱。那在1976年以前呢，沙巴跟沙劳越政府是100%享有本地产出的石油的，因为马来西亚70%以上的石油都在这两个州啊。那西马就觉得，不对哦，这个石油这么多的话，我不拿来发展一下也是。我们要统一一下，于是呢就跑去跟他们商量，要求兄弟沙两兄弟，他说我要你95%的石油，你给不给？不给啊，就发生这些事情了。那当时被炸死的首长呢，其实他是完全不同意，他觉得说这太过分了，那应该把80%的石油留在沙巴本地，只给你20%。但是在双六惨案之后，莫名其妙的代理首长他在空难发生后的第8天就跟马来亚西马那边签署了充满沙巴人民权益的不公平的协议。这本来沙巴跟沙劳越都以为跟西马那边是要结成兄弟的，没想到变成了奴隶，这比当年英国拿的资源还要更多。就现在不是有40%的税收，沙巴正在争取把它拿回来吗？你想100%的税收全部都先给了联邦，然后联邦呢可能返回来一点点，1%、5%这样子的
税收返回来发展沙巴。但是沙巴跟沙劳越，它每年的收入是大于它的支出的，但是你一摊平到整个马来西亚之后呢，是变成了负的5%。那这些钱去了哪里呢？我们也不知道。有知道的小伙伴请在下面留言啊。那双六惨案是沙巴独有的，沙劳越听说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非常多的灾难，有知道详情的小伙伴请在下面留言。我是之前读到了一个观众的留言才知道说那边同时间也是经历了不少的这种幺蛾子事件，最后的结果就是2个本来资源最丰富的小弟，结果变成了最惨的。然后大哥虽然没有特别多的自然资源，但是他的发展就是比2个小弟要快很多。那前段时间安华不是来了这边过卡达山的丰收节吗？但是我觉得他好像说错话了，因为他就说啊，这40%的已经拨给你了。结果呢，就有一个律师跳出来说，40%钱在哪里？你收到160多个亿，我们现在好像只收到60亿，而且之前的那些40%在哪里？钱呢？没有看到啊。我也是希望西马政府那边呢，赶紧打多点钱啊，发展一下沙巴这边路很烂了。台湾旅游博主肉鼻头来了之后呢，他骑摩托车那个车牌都被震掉了。希望西马联邦多多益善，把本应该属于沙巴人民的钱还回来多一点点，要不然的话这民怨。你知道我去那些小贩那边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啊，你知道政府他现在连这个小贩的钱都不放过，说要 e-invoice， 每一笔账都要走到联邦那边去，然后每一笔 transaction 都要算这个税。他们本身就是人对人的这种交易，如果经过了这个比如说红码扫码，然后还每一笔 e-invoice 的话，那就是这小贩生意也不用做了。我希望说宽容一点啦，这边的人民已经挺惨的了，东马人民的利益都已经被拿走很多，已经把西马发展的非常漂亮了。那下一步就希望政府能够真真正正把资源回馈到帮助建立繁荣西马的东马身上。那空难呢，去年解密出来呢，就是说是因为飞机超重，还有这个飞行员他飞行的时间太长了，太过疲惫，所以造成了这次的空难。但怎么解释都觉得怪怪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要锁47年才解封这个案子呢？而且说是超重哈，但是在飞机起飞之前，有几个人是特地被副首长的助理叫下了飞机。那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也只是个外来者，我也不能说是做任何过多的评判，只不过就是我遇到的所有的沙巴的人民呢，他都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对谁是有好处，对谁是造成了伤害。那伤害到的就是沙巴人民的利益，而且是巨大的利益。副首席部长拿督杰菲里·吉丁案在周四参加了1976年的双六悲剧周年纪念，要求全面披露杀害沙巴最高领导人的空难情况，并对随后与马来西亚石油的交易提出质疑。他说，这场空难对国家石油公司有很大的好处。在新布兰飞机失事现场的追悼会上讲话，他说，这场48年前的悲剧夺走了时任首席部长的生命。敦法史蒂芬斯，他的内阁部长们仍然笼罩在阴影之中。对于沙巴来说，66空难令沙巴人失去我们的领导人和一半内阁成员半壁江山，同时我们也失去了我们的石油。1976年6月6日坠机后事故发生后的第2天下午，副首席部长哈里斯·沙列宣誓就任沙巴州新任首席部长。这个沙巴临时上任的新领导层非常配合地与 Petronas 签署石油协议，剥夺了沙巴州的权利和收入。我仍然心想，6月14号离领导人去世仅8天后，联邦他们又来要求沙巴政府签署协议，这说明该协议已经去世的领导人并没有签署，也不可能签署，也没有得到我们领导人的批准。直到今天，整件事仍然是个谜。每年我们来到纪念地，不仅记住那些遇难者和他们的家人，还有他对沙巴的影响。沙
插播一个30秒的公益小广告。自从我搬来沙巴之后呢，很多家长都在问我说，有没有一个夏令营可以让家长和学生都过来玩，顺便考察一下这边的学校。那其实西马那边有很多这样子的夏令营啊，沙巴这边是之前完全没有，现在有了，是由沙巴艺术学院举办的首个沙巴研学游，可以参观沙巴博物馆、沙巴大学水族馆、燕窝文化馆、沙巴美术馆，还可以在海上享受休闲时光。如果你想去浮潜就去浮潜，还可以了解本地的民俗文化和历史，参观雅比建国读中和崇正中学，体验用英语上课。报名的看海报。